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到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女人上了年纪，再没有容貌焦虑，也别穿6种廉价衣服，不体面。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常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这句话放在中年女性的穿衣打扮上，再合适不过了。年纪增长不可避免，但若能选对适合自己的衣服，完全可以把年龄感藏起来，活出松弛且体面的美感。相反，如果选错了款式，哪怕再用心打扮，也很容易掉进土气廉价感的陷阱里，白白浪费了好气质。很多女人明明妆发精致，配饰齐全，却总给人一种说不出的老气感。追根究底，往往就是输在衣服的质感和款式上。别让好身材、好气质被一件掉价单品拖了后腿。接下来，咖啡屋就一起看看那些最容易拉低质感的6种廉价感衣服，哪怕颜值再高，也建议早点远离，避开这些雷区，才能把精致感牢牢穿在身上。1. 这6类廉价的衣服千万不能穿，显俗显老。1. 没有腰线的松垮衣服，穿上显邋遢。女人上了年纪，穿搭舒适是一回事，但是若放弃气质、精神的展现，而选择一些过度松垮的服装，就会让人看上去邋遢、老气。尤其是中年微胖女性穿这种松垮无形的服装，上身效果毫无美感可言，反而给人留下臃肿、肥胖的感觉。记住，无论高矮胖瘦，腰线都是女人的灵魂，失去了它，再美的面容也难掩老态。2. 皱巴巴材质的服装略显沧桑。女人老了最害怕的是什么？显廉价。这种廉价并不是说因为衣服价格低而廉价，而是因为衣服缺少正常的质感。比如说皱巴巴变形的衣服，让人一眼看去只会觉得廉价和疲惫。虽然说衣服不需要买贵，但是该有的质感还是得要有的。与其花钱买2件廉价感衣服，不如买一件品质好点的，对气质的提升更有帮助。3. 女性化元素过多的衣服，甜腻显俗。到了中年，女性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千万不要去选择和年龄大不相符的服装，比如说过多蕾丝、蝴蝶结、荷叶边等元素堆砌的衣服，非但不显时尚，反而让人觉得俗不可耐。真正想要气质又时尚，选择简单的拼接、波点、飘带、格纹等经典的元素，才更能展现中年女性的魅力。4. 网纱或蕾丝设计的衣服，轻薄透气显廉价。说到网纱和蕾丝，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性感、优雅，可惜这类单品原本就对工艺和面料要求很高，一旦放在廉价的布料和粗糙的做工上，反而最容易显得俗气又掉档次。那些看似繁复花哨的设计，或者不恰当的透视感，非但没有提升气质，反而让人一眼就看出用力过猛，失了分寸感。真正经得起推敲又能穿出质感的好衣服，从来不是靠堆叠设计感和花哨细节来取胜，而是胜在剪裁得当、线条干净、细节考究。简单大方、用料扎实、不过分花哨的款式，才是中年女性衣橱里最值得投资的质感担当。5. 一身暗沉的衣服，老气感第一。不知道有多少中年女性喜欢一身黑的穿搭，看似显瘦有成熟稳重的魅力，但实际上这种大面积的深色会让你的面部看着暗淡无光，瞬间老10岁。尤其是面部肤色本身就暗沉发黄的女性，黑色无法为你增添光彩，反而会让你看着沉闷老气。注意，黑色可以选，但一定要小面积，
尤其是上衣领口要多露肤。6. 荧光色衣服，夸张又显老10岁。年轻时候没有时间打扮自己，老了之后就想要打扮得时尚一点，殊不知用力过猛之后，反而显得更俗了。比如说选择一身鲜艳的色彩，颜色斑斓，杂乱无章，不仅无法凸显时尚，穿上身更像是行走的调色盘。更重要的是，若不是肤色白皙和有足够的气场，穿着就是土里土气的。2. 懂得这4点，穿衣更得体。以上是中年女性在服装选择中的雷区。那么中年女人怎么穿才优雅得体呢？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注重整体的干净整洁，加上穿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想要穿出气质就不难了。1. 单色更显高级。首先，不管是挑选衣服还是日常搭配，都要记住一个简单实用的原则，单色原则。意思就是整套造型的主色调最好不要超过一种亮眼的颜色。也就是说，当你选择了一件鲜艳的单品作为主色，其余部分尽量用基础色或者同色系来做搭配，这样既能让整体看上去干净统一，又不会显得杂乱俗气，反而更能突出气质。当然了，像黑、白、灰、棕色、卡其色这类基础色系并不在此限制之内，运用得当反而能起到平衡过渡的作用。关键就是要避免全身过度花哨，简单克制，反而更显高级耐看。2. 穿衣要扬长避短。上了年纪的女性在身形上难免会走样，大肚腩、拜拜肉等都是常见的。这个时候在穿搭上就要注意，多利用服装的剪裁和版型来修饰身形。比如说微胖女性一定要注意比例的展现，而脸大脖子短的女性多利用 V 领的上衣拉长颈部线条，腿粗的女性多选择裙子、阔腿裤这种宽松遮肉的服装。3. 拒绝老年妆，穿搭要干净整洁。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穿衣打扮最忌讳的就是陷入老年妆的怪圈。那些沉闷、花哨却土气的款式，不仅拉低整体气质，还会让人一眼看上去就带着浓浓的大妈感。与其如此，不如学会挑选一些更有无龄感的气质单品，设计简洁，线条流畅，色彩清新大方，搭配得体有层次，这样不仅显得整个人精神利落，还能悄悄减龄，让人一见就觉得舒心又亮眼，真正把优雅和高级感穿在身上。4. 注重细节的营造。对于喜爱时尚穿搭的中老年女性，其实并不一样要去选择时尚潮流的款式，日常利用色彩的搭配、配饰的点缀，就能轻松获得时髦感。比如说服装色彩呼应，帽子、项链的点缀，甚至是将运动鞋换为气质单鞋，气质和品味都能提升一大截。其实每个阶段的女人都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穿衣态度。年轻时，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去尝试各种风格，但到了中年，穿衣不再只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在举手投足间，把属于这个年龄的自信、沉稳和优雅悄悄传递出去。所以别再让不合适穿搭把自己的好气质挡住了。夏天其实有很多既舒适又显气质，还能修饰身形的上衣款式，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去尝试。接下来咖啡屋就继续和你分享，女人上了年纪，夏季不妨多试试这4款显贵感上衣，轻松告别单调和路人感，把优雅得体穿在身上，美得更有底气。3. 会打扮的女人，今夏都在穿这4件贵气感夏上衣。相比于随处可见的 T 恤、老年衫，会打扮的女人早已悄悄换上了更有质感、
更显气场的上衣款式。而从他们身上，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穿得显贵不俗的小秘密。细细归纳下来，咖啡屋总结了3个特别值得借鉴的显贵感黄金法则，姐妹们不妨一起记在心里。法则1：低饱和度色彩胜过明艳色。常说选对色彩显年轻10岁，反之，选错色彩分分钟就显老10岁。特别是对本就容易偏暗沉、偏黄的亚洲肤色来说尤为明显。太过暗沉的颜色会让面部气色看起来疲惫无光，荧光色、过分明艳的颜色则容易突兀显土气。最聪明的做法是选一些低饱和度、带点柔雾感的明亮色，比如浅蓝、茱萸粉、浅豆绿，色调柔和，不刺眼，既能衬托出好气色，又多了几分温柔与高级感，让人一眼看去就觉得干净舒服。法则2：微宽松加收腰胜过过度宽松或紧身。很多人以为宽松等于显瘦，其实穿得过度松垮，只会让整个人看上去毫无精神，反而把身材暴露得更明显，还会把好比例也拉没了。真正聪明的穿法是选择那种微宽松又带有腰线设计的款式，既能遮住身形的小瑕疵，又能在视觉上塑造优雅曲线，让整个人显得利落又不失柔和，比一味裹得紧紧的紧身款或是完全松垮的大布袋都要来得显瘦显精神。法则3：简约设计感胜过大面积花哨元素。中年女人的气质其实最忌讳过满，很多人以为花哨印花越多就越时髦，实际上越是大面积的复杂印花、过度的蕾丝网纱，反而最容易拉低衣服的质感，看上去俗气没分寸，想要低调却不失设计感。不妨多选一些小巧思，比如拼接、褶皱、微微的开叉、飘带，这些简约却又带细节感的剪裁，远比大面积印花更能凸显品味，也更显精致耐看。夏天千万别错过这些上衣，百搭又洋气。款式1：带有知性感的衬衫，很提气质。夏季选服装，除了 T 恤、老年衫之外，包含了以上3种优势的衬衫就是中年女性的不错选择。衬衫的线条感比较明显，也有筋骨感，能很好的包容和修饰身形。像大多数中年女性会有脖子短、脸大、发腮的情况，那么选择 V 领的衬衫，能有效地拉长颈部线条，更显脸小。款式2：巧妙露肤的无袖上衣，清凉显瘦。对于上了年纪的女性来说，夏季穿搭要清凉也要时髦，无袖上衣就很推荐。巧妙地露出领口与胳膊，能让上半身看着更加纤细。比如说像很多优雅女性都在选择西装马甲，硬挺的轮廓加 V 领加露胳膊设计，可以最大程度上弱化身形的圆润感，而且西装马甲也可以与其他单品做叠穿，实用性和时尚性都很强。款式3：休闲与优雅兼顾的 Polo 衫，弱化年龄感。以前觉得 Polo 衫的特别死板，过于正式，但如今的 Polo 衫却更加日常，且还兼顾了休闲与优雅。自带复古的小翻领设计，对于头面部以及颈部的修饰都很强，而且比传统的款式更加时尚。大家在挑选时多选择细针织的款式，更加透气舒适，结合正肩线加明亮色，可以降低 Polo 衫的老气感。款式4：质感细腻的新中式改良衫，独特不撞衫。近2年来，新中式风格的热度非常高，然而很多人选择的新中式风格太过强烈，但自身又不能完全撑起来，就会有种土不土洋不洋的感觉。那真想要穿出新中式的韵味，但又不显老土，
最佳的方式就是选择带有小于等于2种新中式的设计元素，比如说像单侧盘扣加水墨竹叶、云纹提花的组合，雅致又不花哨，又有新中式的格调。4. 夏季穿衣要想显贵，从细节提升精致感。1. 显腰收腹法，优化身材比例。上衣与下装搭配时要多考虑腰线的位置，如果是腰肢比较纤细的女性，那大大方方地露出腰线，选择上短加下长或上衣塞下装的方式就好。而若是腰部赘肉多，还伴有臀大胯宽的，那么收腰上衣加高腰下装就是最好的选择，腰部不紧绷，又能遮肉显瘦。2. 顺色搭配，提升穿搭精致感。中老年女性在日常穿衣时，想要穿得更有质感与精致感，色彩的搭配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尤其是巧妙运用顺色搭配，不仅能让整体造型看起来更有层次感，还能在视觉上形成自然的延伸感，拉长身形比例，显得人挺拔又大方，轻轻松松就穿出得体与优雅。比如这套深浅蓝色的搭配，就是顺色穿搭的好示范。从上衣到半身裙，都选用了同色系不同深浅的蓝，既避免了单调，又比过多色彩叠加更显干净大气。蓝色本身自带沉稳温柔的气质，既显肤色又不挑年龄，特别适合气质型成熟女性。而在版型上，简约利落的上衣加上收腰设计，再配合同色系的高腰半身裙，不仅让腰线自然显现，修饰了微胖的小腹和臀胯线条，还拉出了优雅修长的下半身比例，整个人看起来轻盈、挺拔、利落，没有半分臃肿感。3. 配饰点缀穿搭，提高审美品味。除了色彩之外，夏季穿搭还需要将配饰运用起来。很多时尚博主看似简约的穿搭，穿出好气质，配饰点缀加分不少。那夏天比较推荐大家的配饰就是珍珠元素的首饰以及帽子了，尤其是像宽檐帽或者是草编帽，不仅能凹造型，还能物理防晒。4. 管理好仪态，提升外在形象。最后，一个好的仪态也是穿搭气质的体现，因为一个人背部佝偻、弯腰驼背，不注重自己的仪态，那即便穿再时尚昂贵的服装，都会大打折扣。日常当中，大家可以多练习仪态，改掉翘二郎腿、低头玩手机等不良习惯，靠墙站5分钟或者练习瑜伽拉伸等，长期坚持都能有效改善体态方面的问题。最后，岁月从不会因为我们的小心翼翼而停下脚步，但它也绝不是剥夺美感与气质的借口。相反，年龄越增长，越该学会用得体的穿搭去取悦自己，尊重自己。衣服不是简单的布料拼接，而是藏着一个女人对生活的态度与对自己的交代。当你学会摒弃廉价感的款式，告别土气老年衫，把注意力放在质感、剪裁、色彩、配饰与仪态这些细节上时，你会发现，中年从不是束缚美丽的枷锁，而是另一种从容与高级的开始。愿我们都能在人群中做那个无惧年龄、不慌不忙、既温柔又松弛的女人，把优雅和底气穿在身上，把自己的故事过得明亮而生动。从今往后，不为年龄焦虑，不为岁月慌张，学会取舍，懂得挑选，选一件好衣服，也是对自己最温柔的犒赏。愿每一个认真打扮的你，都在这个夏天美得体面，活得大气，走得从容。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
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